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75岁刘晓庆揭4婚3离真相，无性婚姻一天都过不下去。刘晓庆年龄75岁，于镜头面前言辞果断坚决，将无性婚姻这一话题推至风口浪尖。在2025年6月，有的一档访谈节目名为《庆奶的客厅》。于这个节目里，有一位粉丝倾诉了属于自己的长达5年的那种名存实亡的夫妻生活。他发出求助，夫妻之间处于无性状况之时，针对这段婚姻是否存有继续下去的必要性呢？嘉宾李银河委婉建议寻求其他解决途径维持婚姻，而一旁的刘晓庆却给出惊世骇俗的回答：一天都不耽误，立刻离婚。他的语气干脆利落，仿佛这个问题在他心中早已有了定论。与嘉宾李银河较为委婉的观点不同，他阐述理由带着所特有的直白，理由是生命短暂，每一秒都相当无比珍贵，人就应该按照自己期望的那种方式去活着，怎么能够在不如意的婚姻当中耗费时光？刘晓庆觉得，要是在婚前的时候就晓得对方是存在问题的，那他压根儿就不会去做出选择结婚这个行为。如果是婚后出现的问题，那么离婚便是唯一的出路。当男嘉宾提及外国处理无性婚姻的实例，向法院有可能进行调解，以使夫妻双方积极去面对或者治疗，刘晓庆直言不讳地表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人性的。于他而言，婚姻里的双方理应彼此尊重且理解，要是一方不能够满足另一方的需求，那么硬是维持下去只会致使双方愈发痛苦。在节目中，刘晓庆用自己的方式比喻了婚姻，他将婚姻比作选择水果。倘若有个人极其喜爱西瓜，那么结婚领证这一行为就好比是决意仅只以西瓜喂食。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不可避免的会对菠萝蜜、苹果等 fruits 的味道产生好奇。由于婚姻的束缚，他只能对着其他水果望洋兴叹。这番言论直白道出了他4段婚姻背后的真相。刘晓庆的婚姻史是他水果理论的真实演绎。4段婚姻中，前3段无一例外地印证了他对单一水果的厌倦。第一口西瓜，王丽1979年至1982年。这段婚姻起始于现实方面的考量，是为了能够获取得到北京户口。刘晓庆与小提琴手王丽完成了结婚这一行为。当丈夫要求她放弃事业做家庭主妇时，矛盾爆发。情绪激动的王丽在冲动之下打了刘晓庆一巴掌，这一巴掌仿佛打破了2人之间最后的一丝温情。刘晓庆内心充满失望，在那个夜晚，她独自一人离开了居住的家，前往了医院，在医院进行了人流手术。这个决定使得她跟王丽之间的矛盾完完全全的被激化了，而且还给他们的婚姻敲响了丧钟。1982年，王丽有着想去美国进行发展的想法，她深切地明白自己跟刘晓庆在生活方面以及事业方面所存在的分歧已然没办法去调和，所以就提出了离婚。刘晓庆拍完戏返回北京没做丝毫迟疑，她拿一个旧编织袋装起自己所有个人用品，而后毫不眷恋转身离开王丽家，终结了这段维系6年整的婚姻之旅。第二，陈国军1986年至1988年。拍摄《心灵深处》时，刘晓庆与搭档陈国军相恋。那时的陈国军，此时已然是一名有了家眷的演员身为存在了。他的妻子乃是赵雅民，他俩还生育拥有了一个儿子。那个时候，陈国军因刘晓庆做出抛却妻子、舍弃孩子的行为，以致遭受被制片厂辞退的情况，丧失了稳定的从业状态以及收入的来源渠道。
刘晓庆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援手。他依靠自身聚拢的人脉以及所拥有的资源，不停地四处来回奔波，运用自身全部的关系，为陈国军的事业进行出谋划策的行为，还开展牵线搭桥的动作。因为刘晓庆的一番努力，陈国军顺利实现转型，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名导演，而后开启在幕后进行才华施展的历程句号。这段来之不易的婚姻仅维持2年，就因姜文介入破裂。得知自己被背叛的那一刻，陈国军只觉得五雷轰顶，他怎么都难以接受自己舍弃了所有，倾尽诸多以刘晓庆为对象，最终得到了这般结局。愤怒至极的陈国军在冲动之下跑到剧组大闹了一场。片场桌间的激烈冲突中，陈国军甚至搬出煤气罐威胁：“我们今天就一起走。”关键时刻，刘晓庆站出来坦然地承认了自己与姜文的感情。陈国军曾尝试挽回这段婚姻，他多次跟刘晓庆交流沟通，期盼刘晓庆能够回心转意。刘晓庆心意已然确定，他并不愿意再回头。陈国军与刘晓庆这两者曾是夫妻，感情浓烈至极，爱得死去活来，最后依然迈向了离婚之境，使得这段仅维系2年的婚姻就此结束了。第3口西瓜，阿峰2003年至2005年。2002年税务风波中，刘晓庆入狱422天。出狱时，公司职员阿峰已为他凑钱聘请律师，奔走打点。难道患难见真情？实则刘晓庆的这段婚姻仅持续2年。当初不离不弃的阿峰最终坦言，刘老板的气场太大，我跟不上他的格局。3次婚姻，最长不过3年。当人们以为这位影后不是长情之人，只是游戏人间的浪子，当她遇到现任丈夫王小玉时，情况似乎有所不同。2013年8月，一则婚讯震动娱乐圈。刘晓庆61岁的她和香港富商王小玉74岁的她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了婚礼。令人惊讶的是，这段婚姻竟打破了刘晓庆的薄情的魔咒。自上世纪80年代起始，王小玉便存在着爱慕刘晓庆的情况，对此一直有着持续的见证。经历了刘晓庆3段婚姻的起起伏伏，然而王小玉自身则始终未曾成婚。当2012年71岁的她再次求婚时，58岁的刘晓庆终于点头。烈女怕缠郎，有媒体如此调侃王小玉的执着。2023年冬夜，记者镜头捕捉到动人一幕：飘雪江南，刘晓庆轻拍丈夫背上雪粒，王小玉转身为他整理围巾，眼神交汇间，13载相濡以沫的温情自然流淌。网友感慨：时间是最好的见证者，这才是爱情最本真的样子。可纵观刘晓庆的3段情史，个个都对她痴心不已。为什么大她13岁的王小玉是个例外？是因为她上百亿的身价吗？身家达到100亿程度的家具大王王小玉，对南通方宇房地产等好多家企业是有着掌控权的，但他最终还是赢在对妻子的包容近乎宠溺，尊重自由，不干涉刘晓庆社交与事业，接纳历史，包容她丰富的情感经历，低调相伴，鲜少公开秀恩爱，却暗藏关切。王小玉80岁了，她和67岁的妻子同框，她白发苍苍，精神矍铄，她神采飞扬，好似冻龄女神。半路夫妻用13年证明，年龄不是阻碍，懂得才是解药。但即便如此，刘晓庆对婚姻的看法似乎从未改变。在节目里，她直接表明态度，称婚姻宛如一副枷锁，致使人们仅仅能够守着眼前所呈现的西瓜，就连去瞧一瞧其他水果的那种自由都不存在了。而且，她持有这样的看法，婚姻具备这样的作用，
即当夫妻之中有一个人步入老年，体弱患病之后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另外那一个人必须要针对对方担负起责任。这句话听着有点像冷血的表述，好似婚姻于他而言仅仅是一份责任，以及一份晚年的保障，然而却不存在爱。刘晓庆的言论遭到年轻嘉宾质疑，没有爱情的婚姻是否值得维系？刘晓庆淡然道：生命自己做主，何必委曲求全？年龄超过60岁了，仍然能够如这般自信满满。刘晓庆以霸道之气公然宣称话语之事宜背后呀，存在着对于自身所具备实力的那种清醒到极致的认识。前些日子，有一名男子，他自称为刘晓庆前男友，此人在网络上爆料宣称，刘晓庆于婚姻持续存在期间和他有过交往，并且还同多个其他异性一直保持着暧昧关联。这一爆料一度在网上引发了热议，使得刘晓庆的形象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刘晓庆并没有选择沉默或逃避，她说，通过侧面方式进行回应，那个被称作前男友的人是前来勒索她的，此人不远千里来到这里索要钱财，却没办法拿出任何证据。他还放话，我身上365块骨头，没有一块是软的，1分钱都不会给。这番硬气回应后，事情才算逐渐平息。其私生活饱受争议，刘晓庆于事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她的自主精神，是绝不容忽视的。人人都骂刘晓庆，却又人人都想成为刘晓庆。她刚开始进入演艺圈就达到了最高峰，30岁的时候就获得了百花奖的影后称号。从那以后获得了数不清的奖项，终身成就奖更是多得拿不过来。就算处于事业低谷阶段，她并未将自己摒弃，而是挑选放低姿态去跑龙套。从一天50块戏份、300块戏份逐步积攒资金偿还债务，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让人不得不佩服。刘晓庆的婚恋观无疑是非常特立独行的。他认为婚姻不是生活的全部，也不是束缚自己的枷锁，但婚姻绝非儿戏，不能随意踏入。它需建立于双方深厚感情基础之上，是一种彼此相互欣赏，也是一种彼此相互理解，还是一种彼此相互支持的关系。与此同时，婚姻它是具有着意味着那样一种责任了呀。当其中一方呈现出年老、生病这种状态的时候呢呀，而另外一方就应当去担负那种起照顾的责任哟。他这一观点展现出了其对于婚姻本质做到了深刻洞察。婚姻可不单单是情感的相互融合，它更是一种对于责任的勇敢担当。刘晓庆用75年光阴践行着为自己而活的箴言。4段婚姻如4季轮回，前3季短暂绚烂，第4季却意外绵长。在他于庆乃的客厅当中直言声称无性婚姻1天皆不能忍受之际，人们所目睹到的，并非仅仅只是情感观念的直白表述，而更是一个对被世俗所定义予以拒绝的生命样本。先是影后带来的光环笼罩，紧接着迎来变为囚徒的身份状况，随后亿万身家不再有钱，只能沦落到去跑龙套来还债。之后婚姻一次次离离合合，历经4婚3离，最终却拥有了13年的相守。这样的刘晓庆难怪被称为传奇。